你有看懂这组数字吗？这不是什么股票涨幅，这是台湾警察抓到的毒驾件数。从3年多前的300多件一路狂飙到现在，才5个月就快破7000。换算下来，每天平均有将近45个处于极度危险，甚至完全丧失意识的人握着方向盘，跟我们行驶在同一条马路上。但我看到这组数字，第一个反应不只是“天哪，抓到好多”，还想到一件更毛骨悚然的事：这6730件只是通关失败被抓到的，那成功从系统缝隙溜出去的又有多少？我是医检师 QQ， 这里是小小观察大大检验。最近毒驾新闻太少了，从伊多米酯到各种新兴毒品，从撞死远景到冲上人行道，我每次看到这些报道，脑子里浮出来的不只是为什么他要吸毒，同时也浮现我们这套用来抓毒驾的系统，它真的够用吗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从检验的角度跟你探讨2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是检测空窗期，简单说就是毒品吸进去之后，它的成分会在身体里留多久，那仪器还能侦测到。台湾警察现在最常用的是唾液快筛，安非他命类大概可以验到吸食后1到3天，K 他命大概1到2天，伊多米酯类代谢很快，检测时间一旦延后就很容易抓不到。如果换成毛发检测，大部分的毒品都可以追溯到3个月以前，甚至更久。不过毛发检测不是路边难查能够用的，那是事后回溯用的。这代表什么？假设一个人吸了3支烟弹，昏昏沉沉的开车没有出事，回家睡一觉，隔天早上被路检拦下来，他的唾液快筛很可能已经变成阴性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吸过，而是时间过了，毒品会代谢，检验也有极限。这也是毒驾防治面临的第一个难题。有些人不是没有被拦到，而是被拦到的时候已经验不到了。在讲第二件事之前，我想先停一下，说说这些毒品进到身体之后，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以伊托米酯为例，它会影响大脑里一种叫做 GABA 的神经传导系统。你可以把大脑想成一台车，平常油门跟刹车会维持平衡，但伊托米酯会让刹车的力量突然变强，结果就是让人开始昏沉，反应变慢，判断力下降。原本来得及闪避的危险，可能因为慢了1-2秒就变成一场车祸。另外有一件更麻烦的事，它可能引发肌跃症，就是肌肉突然不受控的抽动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毒驾案件里会看到车辆突然偏移车道，甚至失去控制，整个过程可能只有几秒钟，时速60公里，几秒钟是多远？你算算看。更麻烦的是混毒。根据刑事局资料，不少毒驾案件验出来不止一种毒品，而是2种甚至3种一起使用。不同物质同时作用在大脑，可能让反应、判断及身体的控制能力变得更加不稳定。对实验室来说，这类案件的判读也更加复杂，因为必须同时考量多种物质及其代谢产物的影响。第二件事比较麻烦，而且其实有2个漏洞。第一个漏洞，有些毒品刚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谁。3支烟弹从2023年底才开始受到台湾社会关注，之后案件快速增加。它能扩散这么快，其中一个原因是，当新兴毒品刚出现时，我们的检验体系往往需要时间追上。实验室确认毒品需要先知道自己在找什么。伊托米酯本来就是医疗用麻醉药物，当它开始被滥用时，许多毒物检验流程原本并没有把它列入常规监测项目，从取得标准品、建立分析方法到完成验证，都需要时间。台大法语所翁德以所长曾形容，这就像一场毒品化学结构和检验技术之间的军备竞赛，因为有些新兴毒品只要稍微改变化学结构，原本建立的检验方法就可能需要重新调整。等实验室完成方法建立，法规完成列管，新一代的化学结构有时又已经出现。这个漏洞甚至被拿来当成宣传工具，药头告诉买家吸了不会被抓，买家就觉得没事，甚至开始以为既然验不到，大概对身体也不怎么样。但这个逻辑是错的，验不到不一定代表它不存在，有时候只是检验方法、监测项目或法规列管还没追上。
对神经系统有没有伤害跟验不验得到根本是两回事。有人把这波3次验弹称作新鸦片战争，夸不夸张我不评论，但目前查获案件中不少来源涉及跨境走私与地下供应链。我们面对的不只是毒品本身，而是一个有能力持续改变化学结构，试图绕开监管与检验的供应链。第二个漏洞，就算验到了，也还不代表案件结束。很多人以为毒驾跟酒驾一样，验一下就知道答案，但事实上，毒驾的认定往往比酒驾复杂得多。脱衣快筛的目的是在短时间内把高风险对象先筛选出来，不是直接拿来定罪。换句话说，快筛阳性只是警报响了，不代表案件已经成立。快筛阳性之后，警方通常还会依照案件情况进一步采集尿液或血液，送往认证实验室做确认检验。确认检验使用的不是快筛试纸，而是 GC-MS 或 LC-MS 等精密分析仪器。不过，即使仪器再先进，从受案分析到完成报告，仍需要经过一连串的程序，因此确认结果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。而毒驾案件的认定也不只是看检验结果而已，还需要结合驾驶人的行为表现、现场搜证资料以及相当鉴定结果综合判断。这也是为什么从拦查到最终认定，中间往往需要相当时间的原因。还有一个问题是伪阳性。快筛的目的是在短时间内把高风险对象先筛选出来，它追求的是敏感度，不是直接用来定罪的。国际研究也曾发现，部分毒品筛检可能因为交叉反应等因素产生阳性结果，但后续确认检验并未发现毒品。这也是为什么法律上不能只看快筛结果，还需要后续确认检验。快筛阳性不等于有罪，它只是整个程序的起点。如果看到这里，你应该已经能理解毒驾背后的难点，不只在取缔，而是在检验与法规之间的落差。有些物质代谢太快，有些检验工具还在追新型结构，再加上程序必须兼顾证据完整，但整体判读变得更复杂。如果这支影片有帮你多理解一点现场的限制，帮我按个赞或分享给你觉得有兴趣的人。我是一剪之 QQ， 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。我们下次影片见。